嘿，各位，那今天要来分享呢是三星最新所推出的 S23 Ultra 的快速上手实测哦。注意，这不是超详细评测，之后会有全方位的详细评测哦。但是这部影片，我想在这个时间点还是很具参考价值的。那我快速介绍一下 S23 Ultra 呢，一改上一代的问题核心，直接冲上 Android 最强旗舰的名单之一哦。摄影方面呢，则是用上了众所瞩目的 ISOCELL HB2 2亿画素的感光元件。这片呢是16合一的感光元件。如果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的话呢，可以参考一下右上角的影片。简单来说呢，它可以透过阵列转换来达到正常拜耳式的2亿，又或是只转换一半，转换成4合一，画素可以达到5000万画素。夜间模式呢，则是完全的16合一，可以达到单位面积 2.4 μm 的感光大小。但阵列转换呢，都会有个问题，就是可能会有伪色的出现，尤其这次又是16合一，转换成正常拜耳式的转换。可能更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哦。那还有一些细节，我想喜欢摄影的人会很在意的，就是这次新增了天文摄影模式，是在 Expert RAW 里面，甚至还可以直接有星象辅助哦。那这个天文摄影模式呢，只有1200万画素可以使用，有点可惜，是可以选择4分钟、7分钟还有10分钟的选项，直接超越了 Pixel 最长的4分钟哦。天文模式没意外的话呢，就是单张拍摄，不会像 Pixel 一样自动产生天文缩时影片。如果你想要天文缩时影片的话呢，则是要到缩时摄影的模式。选择天文缩时才可以拍摄星轨缩时这样，然后 Expert RAW 呢，一般的情况下只支援到5000万画素，没办法2亿哦。这个不确定之后会不会更新。再来呢是录影防抖震大提升，主要归功于呢是手机上面的镜头防抖震呢移动角度变成3度，直接比上一代好2倍。后面呢也会有实际比较 iPhone。好啦，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2亿画素表现到底怎么样，跟录影表现到底有没有追上 iPhone 吧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来看最大的重点哦，也就是它的2亿画素表现到底怎么样。那我们先拿来的对手呢，就是 iPhone 14 Pro， 然后开启4800万画素。那我们先放大这里 ，Try It 这里哈，我们先小一点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呢，两个放大起来的效果呢，其实都相当的好。第一点就是说 S23 Ultra 在2亿画素的时候呢，会跟上次的1亿画素有点像，就是高光抑制不会有一般的情况一样那么的好。这 Try It 的部分呢，可以看到它有一点点小小的光晕感受，然后 iPhone 这里呢，则是惊叹号，不知道为什么变成黄色了，因为毕竟这两个呢都是阵列转换，才可以达到这么高的解像力哦。我发现一个很有趣一点哦，像在这里这个 Z Flip 4，然后后面这个设计皮革背套这个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字样呢，其实不是到非常的清楚，但是说真的，iPhone 其实比较清楚，解像力比较低，但是 iPhone 比较清楚哦。全覆盖设计皮革背盖这里，清晰可见，所以在字体这个运算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我觉得 iPhone 阵列转换之后的锐化的感受是比较为正确的哦。我们看一个比较暗部的地方哦，像这个原厂 Z Fold 4系列配件，然后这是 iPhone 的效果，所以说真的我会觉得在字样的部分呢 ，iPhone 的表现是比较好一点的，因为目前这个 S23 Ultra 呢。这都是展示机，我不太确定实机之后的表现会不会更好，但是就会感觉出来有一点，都是补起来的感觉哦。这 Samsung 的字样呢，其实 iPhone 都处理的比较清楚，所以这次这个2亿画素呢，就我比较起来，我会觉得好像没有到真的很厉害，不如上一次1亿画素呢，其实就够用了。那我们接下来看到的呢是这个5000万画素，因为这次可以选择5000万画素嘛。那我们一样放大来看，那5000万画素的解像力呢，跟刚刚蛮像的，就是说可能还是有一点比不过 iPhone， 它都会有一些旁边有一些色彩的噪点出现，像这边的这个字样呢，基本上看不太清楚，但是iPhone 还是挺清楚的，所以整体来说啦，我觉得可能还是 iPhone 的阵列转换比较成功一点。1200万画素的情况下，两台拍起来基本上就差不多，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。那再给各位看一个我觉得算是蛮重要的东西，就是说 S23 Ultra 的主镜头是对焦距离真的很近的。这是 S23 Ultra， 这是 Google， 这是 iPhone 的主镜头对焦距离真的是最远的 ，Google 大概排名第2。然后这个是人像模式，左边是 Samsung， 右边呢是 iPhone， 但是单就这张照片呢，其实不够准，我们之后还会做更详细的测试哦。简单来说呢，我觉得它的人像模式的运算，应该是跟之前没有到太大的区别。就这张照片看起来呢，两者的运算方式蛮像的，但是硬要论这个头发的边缘的话呢 ，iPhone 这张处理的比较好一点点。那我们来看 S23 Ultra 最强的地方就是望远端哦。那这个呢是15倍的情况下，这边是 iPhone， 这边是 Samsung，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差距有点大。
就是这个字体的清晰度啊，毕竟它有一颗真的10倍镜头，但是可以看得出来，只有3倍镜头的 Apple 也很努力了。那当然呢，这个时候的对手不应该是 iPhone， 应该是我们的 Pixel。那我们 Pixel 放大来看呢，可以看到两者的运算方式不太一样，但是能辨识出来的地方呢，其实还蛮接近的哦。像这个705，然后这个300，应该都还算是辨识得出来。但是整体的锐化感受呢，就会是三星这边比较多一点。看这个字的边缘呢，都有锐化感受。Pixel 在这里呢，处理的会比较正常一些，字体边缘不会有那么多亮亮的感觉哦。那我们来看这个有趣的，这就是我觉得三星最强的地方，大概是30倍的部分。不知道为什么它的整体的锐利感受就是非常非常的强。我们放大来看，这个字体这边呢，明显有运算的痕迹，所以有点怪怪的。但是论这个运算的成功度哦，你们看这个30电机跟 Pixel 比起来呢，是天差地远。你们看这个 VR2 这里，哇！超级清晰，有没有看到？三星在20-30倍这个焦段是我觉得最夸张的时候，它反倒不会像15倍的时候这边有那么发亮的感觉，反倒比较自然一点点。当然我们仔细看会有运算的痕迹，但是就是比较清楚，就是看得到。那最后呢，我们可以推到100倍，可以看到100倍之后的这个字体，多么的清晰，比刚刚还要更清晰了。哇，这就是三星最强悍的地方。那关于自拍的部分呢，最广系是 Pixel， 再来是 iPhone， 再来是 Samsung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人像模式的方面。那人像模式的情况下呢，都还会有在些微一点点的放大。那整体画质感受呢，其实两者相去不远哦。那如果是 Pixel 的话呢 ，Pixel 就有之前说过的问题，就是它会有那么一点点不准焦，但是在人像方面的话，它会有点锐化，所以表现差不多。那最后我们来看这个是超广角的部分，三星是 0.6， Apple 是 0.5， 但是这个 0. 几不代表是焦段是多少。我发现我在现场听到一些大妈都搞错，就是他们会说这个才 0.6， 我的 0.5 但是其实两个焦段是一样的，各位。所以大家不要被那个 0. 几给搞混，那个 0. 几是根据它的主镜头1倍是多少而去运算出来的。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其实一直很不喜欢他们用这个方式去计算哦。好，那我们放大来看。那超广角的话呢，两者表现其实相去不远，所以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。那硬要说的话，我会觉得这张不知道是不是三星有一点不准焦，但是我拍很多张但感受起来呢，就是 Apple 比较锐利一些。所以整体来说呢，这个2亿画素其实我觉得还好，它应该说可以达到2亿画素，但是我们事后再做一些降噪，可能表现就会还不错。但它的2亿画素呢是没办法用 RAW 的。这个有点小可惜，如果你要进RAW的话，好像只能用5000万画素吧。所以5000万画素的话呢，又跟 Apple 就是一样的画素了。而且真的论解像力的话，我觉得并没有超过4800万画素的 iPhone 14 Pro， 小可惜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，这个是防手震比较，也就是这次 S23 Ultra 最强调的。我们上下左右旋转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？大家仔细看要看所谓的动态模糊。很多时候的动态模糊呢，真的都是 S23 Ultra 比较少，哇，所以它这次的防手震真的有明显的进步。那我们来看一下 4K 60P 的画质。那我们放大来看之后呢，可以看出来，其实画质真的有赶上 iPhone 的脚步哦。那唯独呢，就是锐利感比较重了一点点，但是我觉得也还算可以接受。那 8K 部分的话，很明显就是赢 iPhone 蛮多的，但是 8K 就会有一点点的杂讯出现这样。那3倍镜头的话呢，两者的画质表现其实差不多，也一样呢是三星锐利了一点点 ，iPhone 比较没那么锐利。但是真的说起来呢，两者的防手震也差不多，所以3倍镜头我觉得不是一个很明显的区别点。那自拍镜头的话呢，iPhone 拍起来比较广一点 ，S23 Ultra 比较远一点点哦。那真的论画质的话，我觉得两者的自拍镜头的画质其实差不多，那就是看你喜欢广一点还是近一点咯。小试用 S23 Ultra 所得到的结论，那也附上很多实拍，我相信都是有凭有据哦。那之后呢，我也会带它上去测星空，也就是所谓的天文摄影模式到底表现怎么样，也要跟我们的天文摄影大哥 Pixel 7 Pro 来一并做比较哦。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之后的对决。那老样子，每年也都会有盲测哦，所以这个月跟下个月我可能真的会很忙到翻掉。到时候请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吧。我要是兴趣产生设计走，如果这部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，欢迎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